当雷声再次响起，阿德知道离他的时间不多了，这场雨可能会持续很久，他必须要在夜晚来临之前把庇护所建造好。我猜此时你手机电量在68%附近徘徊，还没躺下的请吱个声，接下来再把右脚搭在左脚上，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睡前小故事。男人的名字叫阿德，由于他厌倦每天当牛马的生活，于是他来到东南亚，准备一个人享受一场大雨的滂沱。此时的雷声由远至近，阿德现在开始利用竹子搭建斜面的框架。他知道一场暴雨很快就会到来，阿德绝对是丛林建造的第一人，他只需要一把砍竹工具，就能在丛林中搭建出一个庇护所。框架搭建好之后，庇护所的底部距离地面30厘米左右，如果突发泥石流，30公分的高度也可以让阿德能远离水面。他刚把雨布铺好，雨水就开始掉了下来。此时阿德的内心非常兴奋，他喜欢下雨天，并且在刮风下雨的环境之下，能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避雨，会让他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。他现在换上了提前准备好的雨衣，找来很多的树叶盖在了庇护所的屋檐上。当屋檐铺满树叶之后，他又把庇护所后面底部的位置用树叶盖好。阿德虽然知道这场雨很大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大风把雨水全部都吹进了他的庇护所。现在唯一能补救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在庇护所的两侧多增加树叶掩体。此时阿德心想，现在如果有一卷免费的保鲜膜把庇护所全部给缠绕一圈，那这个庇护所绝对是森林中最安全的秘密基地。而现在的雨越来越大，此时阿德最担心发生的就是大量的积水导致有泥石流冲出来。不过非常幸运的是，当他把庇护所建造完之后，雨水也开始慢慢的变小了。他把防潮垫铺在了竹子上面之后，就找来了一根很大的原木。他想要在这里过夜，在雨林里面保持身体的干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虽然周围很安静，但随时都有可能窜出来野生的物种。阿德把火升起来之后，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，一般的动物是不敢靠近火源的。而夜幕即将降临，阿德也要准备今天的晚餐了。他的装备里面没有带任何的食物，而锅里煮的蛋白质也是他刚才在来的路上找到的。食物煮熟之后，天就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此时的雨已经停了，雨过之后的森林温度很舒服，并且空气里还有泥土的清香。阿德也在这个没有人的森林吃了一顿营养充足的晚餐。现在阿德的心情就像刚被大雨冲刷的雨林一样，一场大雨扫除了他所有的不开心。而现在的温度非常合适，外面的篝火也帮他驱散了大部分的蚊虫。阿德感觉在这里睡觉非常踏实，刚躺下没多久，他就进入了梦乡。